佛祖在上，信女名叫阿檀。信女平素失川精细，食量较小，今日偶食寺中斋饭，实在不惯，一饭盛世，心中有悔，望佛祖宽宥，勿降果报。佛祖在上，除自省一事外，信女还有一事，诚心祈愿。今次退婚，原是未婚夫品行不端，不堪为配。此番事过回京，望佛祖保佑信女，定要觅得一如意郎君，家世相当即可，不拘什么皇亲国戚、公侯世家、书香名门，信女更看重才华品貌。于才华一道，能入春为一甲即可，相貌定要俊美，如此才能与信女相配。当然，家产最好也丰厚些。这样，夫妻二人的日子能过得更为松快。若是吴侯府家业也无妨，只需保证信女随时能用上燕窝粥，每季都能请锦绣坊裁上几箱实心的衣裳。有什么新鲜首饰能及时入手。家中婆母也须是好相与之人，万不能成日立规，搓磨心腹。家中亲戚也最好简单些，断不能有什么青梅竹马、感情甚笃的表姊妹。身量若是能超过7尺，最为得宜。身体也需健壮些。若是习武，最好是习剑，身姿潇洒。如此一来，夫婿舞剑时，信女亦可抚琴助兴。大约就这些了，还望佛祖保佑。这祈愿之人是靖安后嫡女。信女不言亦不快，絮叨良久，也不知佛祖是否听权。不如信女明日再来，信女会将择婿条件抄于纸上，祈愿焚烧给佛祖。若是信女能寻得这般如意郎君，定会为佛祖重塑金身，再添香火。此女当真无药可医。这择偶的标准委实太高了些。普天之下，哪有如此完美无缺的儿郎？这女子果真被你给说中，那些文臣的后人压不住她。幸好被你给收了。朕不是这个意思。臣与陛下所思，如出一辙。改日再向陛下讨教。哎，这怎么就不下了？还未分胜负呢。吴县尉被灭口前，虽未及招认，但他为承恩侯所用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也先前命属下盯着顾家，已有所发现。顾建中之子顾问言，却大有问题。顾晋中，可是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？是，此子穷奢极欲，游手好闲，明明胸无点墨，可今次春闱却入了贡院，而且还轻易得了2甲第4，近日更是四处招摇，引得不少学子上赶着巴结。让沈玉去会会此子。沈小将军奉命送珠儿母子回原籍，今早传讯称深夜才能回城。珠儿原籍离京不远，他一人轻骑往返不过2日，何故今夜才能入城？属下不知。谭表妹，沈家表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今日回京，途经茶馆歇脚，听人说起表妹已与梁家退婚，又来了寒烟寺避风头，这才赶了过来。表哥绕道特地前来，可是有何要紧事？我来是想告诉表妹，其实我倾慕表妹已久，只不过先前你与梁家已有婚约，且你我身份有别，如今表妹既已退婚，一时也难定亲，不如就嫁我可好？东周大捷之后，王爷已为我奏请升阶至正4品武卫将军，虽与你侯府嫡女的身份仍有悬殊，但日后我定会再立军功，为表妹请封命妇。沈小将军可谓是骁勇善战，刚正不阿。
与明小姐正……表哥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，在做什么？这不是在向表妹求亲吗？表哥可不是来求亲的，而是要陷我于万劫不复之地。求亲须得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这些规矩表哥理应清楚。今日表哥所言所策，若我应了，说的好听些是两情相悦，心有灵犀；说的难听些，便是私相授受，不知检点。表妹，表哥既知我来寺中是为了避风头，就理应知晓，如今我一言一行皆是如履薄冰。你对我若有3分理重，也不至于贸然前来，诉此衷情。朽木，是我鲁莽了。可是我表哥既知鲁莽，便请速速离去。今日你我全当不曾相见，也从未有过什么求亲之言。阿谭与表哥无异，绝无可能嫁与表哥为妻，还请表哥断了这份念想。小姐，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方才去小佛堂找了几圈都没见着您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表少爷，回房朝见。哦，让他回营，即刻来见。是。王爷，属下已妥善安顿朱二母子，其父替梁启为所逆银钱也都查获带回。梁启为贪赃枉法，罪有应得。先前末将表妹还险些嫁入梁家，幸而王爷雷厉风行，才免她遭此大难。因清点赃物误了回城，是末将办事不力，请王爷责罚。去把演武场扫干净，再把马厩里的马粪都清了。是。回来。承恩侯有个儿子，叫顾问言，派人好生盯着。是。那马粪清完再去。是。王爷，若有一日末将有了心上人，王爷可否为末将请旨赐婚？只要不是明家四小姐，其他女子，本王都可为你勉励一时。为何？本王不需要终日囿于儿女私情的下属。末将不曾。你只因想要见他，便对本王撒谎。假以时日，本王又怎知你不会因他对本王拔剑相向？末将下去，即日起清理马粪，为期1月。是。梁家所有人无一幸免，前几日都已流放上路了，咱们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。我还听说这回是定北王亲自查获了赃款，才让梁家不得翻身。依我看，他也不似你说的那般一无是处，至少算是有勇有谋。阿谭，你不是馋了这糕点好几日了，怎能不吃？我觉得你说的没错，义父和阿耶定还会再为我一起。走了个梁子轩，还会有其他人。哎呀，女大当嫁，早晚都得选一个。除非我能赶在二老出马前，先择定夫婿。你可是相中哪家公子了？哎呀，我们深闺女儿家，若不是得到父母允许，哪来的机缘相见外男？更别说细心考量了。哎，机缘不来呢，我们便自己去寻。舒二公子高中探花，明日打马游街，地方我都选好了。文涛阁是最佳观赏位，不过得一早去占座。阿谭，你明日是否有兴致跟我一道去一睹舒二公子的风采？
舒二公子，连你也对他上心了？哎呀，别打岔，我对舒二公子只是纯粹的欣赏罢了。我这般上心还不是为了你？明日打马游街的还有状元和榜眼，说不定那些儿郎中就有你未来的佳婿。我不去。啊，真不去啊？抛头露脸的，有失身份。出家？哎呀，你就不能怕堂儿点好啊你？哎呀，姐夫，我不过是胡乱猜想，你这么大反应做什么呀？哎，你想，退婚之事闹得并不光彩，堂儿礼佛也有数日了，你就不怕他想不开？不是，那也不至于出家吧？上京高门那么多好儿郎，再找一个便是啊。以堂儿的相貌才情，还愁嫁不出去？等等。你俩不是随堂儿在寒烟寺礼佛吗？堂儿呢？回侯爷，小小姐与敏敏小姐去小小姐与敏敏小姐多日未见，约了在文涛阁姐妹叙话。叙话。两位姑娘来得晚了些，临街的雅座只剩这一处了。无妨，此处正好。阿丹，快走。哎，你看我就说嘛，堂儿岂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就想不开出家呢？真是的。哎，姐夫，过来。怎么了？那我问你，这堂儿的婚事，是你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吗？哎呀，你的顾虑我岂会不知啊？你可知近日太后与圣上频召我入宫，看似闲话，实则意欲指婚。太后更是丢出了郡王妃、亲王世子妃的名头让我选。哎呀，可笑这两个人，样貌才情还不如梁子轩，别说檀儿了，我都瞧不上。太后的意思，自然就是素相的意思。太后这婚指来指去，无非都是替素相笼络你。倒了梁家，他们自有人选续上。哎呀，毕竟不是亲父女，再如何为堂儿着想，还不是利益为先呀？我杨希鲁护的是大显，重的是陛下。哦，难不成堂儿结个亲，我堂堂靖安侯就要效忠亲下去啊？哎呦，姐夫，你说的太轻巧了。你是那么想，旁人却未必。陛下，他更是未必。我管旁人怎么想啊？老子堂堂正正，问心无愧呀。虽说是指婚，可若堂儿不喜，无论是太后还是陛下，我都不答应。对，侯爷，宫里派人传话，说是圣上召见10万火急。二位，请慢用。多谢。多谢。阿谭，我今日妆容怎么样？敷粉施朱，淡扫蛾眉，极好。那就好。哎，来，阿谭，你看，那个就是舒二公子。看他那容貌，那气度，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就是这句。舒二公子才貌皆是上品，确实担得起这句。也就舒二公子这般的人物，才能入得郡主的眼。方才舒二公子往这边瞧时，春风一笑，想来定是瞧见了郡主。舒二公子高中探花，往后一亲之人，定然是络绎不绝。郡主与他既彼此有意，何不赶紧请太后娘娘赐婚？本郡主的婚事，
还轮不到你说嘴。不要说这些，你不知道太后要为郡主和定北王赐婚，好端端的提这茬做什么？定北王。都说上京女子最讲究端庄自持，怎么这会儿见了舒二公子，个个都不知矜持为何物了？你还总说我没正形，我觉得我比他们强多了。也不知他这般光风霁月的人物，以后会娶回什么样的妻子？我们舒二娶妻，定是对家世品貌处处挑剔，尤其需知书达理，有涵养，知分寸。又是你！真是不巧。何止是不巧，根本就是冤家路窄。两位总是不期而遇，倒是有一些不解的缘分哦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公子长期与此人来往，也不怕日后惹一身是非。他又不是什么好人，偷听别人说话，还成天摇着把扇子，变着不同花样，真以为自己是开屏的孔雀，闪闪闪。我怎么就偷听你说话了？分明是你说话高声，我想不听都难。依我看啊，你也不必操心舒二公子娶什么样的妻子，反正定然不是你这种刁蛮无理又泼辣跋扈的女子。我如何还轮不到你这等小肚鸡肠、轻浮做作的人来评断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为了我自个儿操心，我是觉得我们家阿谭温婉贤淑、知书达理，才华品貌皆是上乘，与舒二公子甚是相配。啊，说过了。明小姐对舒二有意？哼，我对他是否有意与你何干？我只希望我们日后再不相见，永无交集。哟，他们现下该是去游显江了，姑娘不跟过去看一眼？用不着你管，瞧着晦气，还是眼不见心不烦的好。姑娘，你这可是一叶障目，自欺欺人呢。何必与无谓之人白费口舌？我们走。臣参见陛下。朕也不跟你兜圈子，今日找你来是为上次所说赐婚一事。啊，陛下，此事臣……你可知道，寿康宫那边因不满你多次推诿，已直下懿旨。啊！哎呦，陛下，太后这是连面子功夫都不愿意做了，竟就直接逼婚了。但朕可以给你第二个选择。啊？看看朕为你女儿选的夫婿如何？啊！靖安侯，请过目。其实儿女婚嫁本就非是你的立场，你不必过分忧心，也无需他想，只需看人。太后为你指的和朕为你选的，能相提并论吗？陛下，容臣再考虑考虑吧。太后懿旨已下，是朕想方设法将其暂压了下来，但压得了一时，压不了一世。说不定你还未出宫门，懿旨已到你府上了。太后懿旨到。靖安侯府明坛，接旨。回公公的话，四姑娘眼下不在府中，还不快派人去寻？太后她老人家最重规矩，这懿旨宣读是万万轻慢不得的。是，还不快去！是。景安侯啊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若非那人亲自跟朕开口，朕也不会。驾，我驾。刘一丁，
在。即刻往靖安侯府宣旨。是。且怕，檀儿今日不在府中。舒二公子怎的下马折返了？打马游街过后，所有人不都是要泛游险江的吗？舒二公子司正往这边来呢。舒二公子。哦，白小姐，明小姐。舒二公子高中探花，实至名归，明坛在此贺过。谢明小姐吉言。他跟你说话了，还说谢你吉言。我当是谁缠着舒二公子说话，原是刚被退了婚的明小姐。明小姐还是这般好颜色，看来退婚之事对你毫无影响。多谢郡主夸奖，你不是宣称要在寒烟寺祈福7期49日吗？怎的没几日就回京了？舒儿，哦呦，稀客呀，见过郡主。张世子也在。我在这儿等舒儿，他呀晕船，游不了险江了。我一早便知舒二公子非池中之物，登榜探花是迟早的事。谢郡主夸赞。明小姐穿得如此花枝招展来游街，难不成刚退了婚，急着为自己寻下家？你够了，我忍你很。明坛精心装扮，只不过是不想为前尘所累。至于婚姻大事，向来是父母之命，哪能由得自己做主？放眼整个大县，也没几家女儿能像郡主这般好命，得太后恩宠照拂，还能嫁得定北王这般万里无一的家婿。听闻定北王府无一女眷，郡主嫁过去便是专房独宠，就连王府花园中号称金钟一绝的牡丹，也仅供您一人观赏。哎呀，你们可知那定北王府的牡丹为何开得格外娇艳？不知啊。我听闻啊，是那定北王将府上所有女眷虐杀后，埋在了花园，继而以他们的血肉滋养了一脉牡丹。天哪！哈，是吗？哎呀，郡主莫见怪，这都是我们家米米听得的一些坊间流言罢了，学舌混说的。像定北王那般刀锋饮血的人物，我等俗辈是万万不敢肖想。也只有郡主这等金尊玉贵之人才能与之相配。届时您出嫁，我们定夹道相送，与您同乐。我才刚退完婚，就不与郡主同处一室了，免得让郡主沾了我这身晦气，影响了郡主这段天赐良缘。圣旨到，靖安侯府明坛接旨。靖安侯府四女韵翠含章，端方敏慧，克令克柔。今及方年，闺中带字，子特赐婚于定北王江旭，册定北王妃，一令有司择日，备礼册命，诏书如右，福道奉行。宣的是谁？你封我做什么？定北王妃。这便叫迎风吐墨，自作自受。
哎呀，你慢些。所以这桩婚事是阿爷亲口应下的？那是自然。不是，你是有所不知啊。今日太后也下了赐婚懿旨，还不止一道呢。这头一道被圣上拦了下来，可是他能写会说，还会盖印，一道不行，又下了第二道。因太后知道今日圣上急召我是为了议婚一事，故这第二道连招呼都没打，就直接登门宣旨了。那文涛阁的圣旨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老夫脑瓜子灵光啊！我知道今日檀儿不在府中，而太后一向重规矩，断没有只一个侧室在府便宣旨的道理。所以啊，我将檀儿今日在文涛阁之事告诉了圣上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先宣了这道旨，便是板上钉钉了。虽说是曲折了些，但也算皆大欢喜啊。哎，你这又怎么了？定是今日礼佛累着了。好好歇歇啊！为父不打扰你们了。哎呦，坏了坏了！我真是乌鸦嘴，说什么来什么。说定北王真是如传言那般，那你以后该怎么办啊？阿爷定是觉得自己办了一件绝顶聪明的好事，可这婚事比梁家的棘手多了。我还真是小瞧了姑父这一介粗莽武夫了。可为何是定北王呢？那岂不是又来一介粗莽武夫？他弑杀暴虐的传闻，全上京人尽皆知。既然定北王都能赐，那为何不能赐舒二公子呢？我明明在佛前诚心祈愿，要有衣甲之才，上乘品貌。佛祖是不是听漏了？哎呀，阿谭，你先不要灰心，我们线下不是未见过定北王吗？万一见到了，不像传言那般一无是处呢。你不是没瞧见他在上元宫宴上是如何狂悖嚣张的？我若是嫁过去，指不定哪天跟着他一起掉脑袋。哎，那倒未必。最要紧的是，他一介莽夫，相貌定然不堪入目。哎呀，那就真是一无是处了。不行，这婚事必须得退。阿爷，姑父。这哪出啊？哎呀，行，不用。姑父定时到了，快坐。哎呀，快尝尝燕窝粥。你们，哎呀，檀儿一向是孝顺的，你这丫头又打什么鬼主意啊？哎呀，还不是那赐婚闹的。啊？阿爷啊，这赐婚太过突然，阿腾对定北王又一无所知，心中难免忐忑啊。为父明白，毕竟日后你是要与定北王举案齐眉的，你提前对他多一些了解，这也是好事。我要与他举案齐眉，我只想知己知彼，好定退婚之策。那阿耶对定北王可有了解？我们大显年轻一辈里能领兵打仗的没几个，可是定北王呢，束发之龄，便以3000精兵阻挡3万北域蛮族，当时那场景可谓是血流成河，浮尸千里。敌人的奸细要是落在他的手上，血渍呼啦的都不算什么，没个人形不说，扔回去，敌军自己都不敢认。如此这般，愣是消停了大半年。还有成康3年，定北王直接将蛮族首领长子的尸首挂在了城门上，暴晒了3日，最后都晒成人干了。所以说，定北王殿下真是奇才呀，能得如此乘龙快婿，实乃名家之幸。还有啊，
他虽为武将，却身量颀长，相貌俊美，不比昨日游街的探花郎逊色。啊，姑父所言当真？反正相较我年轻时的气度风姿，略胜那么一筹吧。可有数了？有数了就用膳。阿谭，你真想好了？去见一面。若真如传言那般，就算是圣上金口，难如登天，这婚也得退。哎呀，你也不能全听姑父的。姑父虽说是一介武夫，但年轻时应该也没那么不堪吧？再说了，他不是说定北王还略胜一筹，虽然称不上品貌非凡，但气度应还是有的。相貌固然要紧，但品行更为关键。都说相由心生，言行随思，观其本尊言行举止，总能看出他几分为人品行。可金鸡营壁垒森严，定北王行事又粗莽霸道，我担心你贸然前去会有不妥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只要能见到他，又不被他识破身份，便不会有事。见到他，但又不被识破身份。嘿，我有主意了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们是晋安侯府的，特奉晋安侯之命来给沈小将军送些解暑的吃食。进吧。你们随我来吧。待会儿我去给沈玉送吃食，你在外面候着。若是让他瞧见了你，这戏没法演了。你跟着这位小军爷去王爷帐篷里，给他送些荷叶粥。是。走吧。姑娘将粥交给我便好。军爷有所不知，这荷叶粥乃是浸在冰剑之中保持冰凉的。我们府中冰剑都是特制，极为精巧，若是不知官腔弄洒了，可就不美了。那送完了，还请姑娘赶紧出来，不要打扰王爷处理军务。多谢军爷通融。这身量和机场有什么关系？沙盘不必复原，待本王看过后，再与你一道推演。是，末将先行告退。原来是场乌龙，还好不是此人。秦俊挺拔，身量颀长，瞧着比舒儿还高些，当真不是个5大3粗的莽汉。王爷，沈小将军吩咐奴婢给王爷送荷叶粥，说是清凉解暑。放那儿。
这荷叶粥还是趁凉喝比较好，此时风味最佳。这不是有心邪吗？进宫面圣却丝毫不顾师仪，看来就算不是蒙汉，也是个狂悖之人。掌上生茧，指腹粗粝，可这手型掌宽，指节瘦长，指骨分明，真是好看。剑眉星目，笔挺唇薄，这姿容气度相比舒儿，当真毫不逊色，甚至还多了种沉金冷玉般的金贵之感。等等，这张脸可是在哪儿见过？怎么是你啊？可看够了？你怎么会在此？王爷，宫中传信。王爷说，王爷所书立军数5论，圣上已着意命翰林院誊抄，并与王爷先前所书数篇兵法论则一并整理成册，不知王爷有何示意？谨遵圣意即可。是，那属下告退。还会写文章？小姐怎么还未出来？定北王会不会刁难她？我会不会？表小姐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不会，阿谭行事一向谨慎，尤其在大事上断不会出岔子。再说了，她是圣上钦定的定北王妃，就算定北王再霸道，也不会难为她的。要是实在不行，咱们再等一盏茶的功夫。如果阿谭还不出来，咱们就冲进去。你是定北王啊？难不成还是匪类贼子？那日你在令国公府，并非是偷盗？那些官银，都是梁启伟所劫军饷。那寒烟寺呢？搜寻寒烟寺的县尉与海幽门乃一丘之貉，他们阻我入京，就是不愿本王彻查军饷一案。可还有疑问？容我想一想。坐。不对啊，你为何要娶我？望佛祖保佑信女，定要觅得一如意郎君，相貌定要俊美。本王相貌端正，如此才能与信女相配。身量7尺有余，若是能超过7尺，最为得意。父母已故，家中婆母万不能无成日里归，搓磨心腹的婆母。亲族关系也简单，平日除交好的3、5好友外，与人无甚往来，断不能有也无青梅竹马、感情甚笃的表姊妹。如此，你可有疑问？没有。于才华一道，本王一家有余，随时能用上燕窝粥。每日燕窝粥尚且能供，实信的衣裳和首饰，亦能保证不缺。如此，可有疑问？本王身强体健，却非一身横肉。如遇意外，可护你毫发无伤。所用兵器为剑，身姿潇洒。夫人抚琴时，亦可舞剑助兴。不对啊，这些话听着怎这般耳熟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择婿条件？既桩桩件件都合你的要求，为何我不能娶你？像定北王那般刀锋饮血的人物，我等俗辈是万万不敢相信。他们都说你暴女无道，杀人如麻，还说本王府中的牡丹花下埋进了被虐杀的女眷尸首。那些外边的传闻是真是假？本王只杀该杀之人。
即便你满足我所有条件，也不代表我非嫁你不可。你不愿意？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儿，而是我与王爷压根就没有情分，且你我二人的性子实在是不对付。若是我们成了婚，日子定过的，家繁宅乱，鸡犬不宁。京中你与谁有情？又愿嫁给何人？且我若不娶，圣上对你也会有其他的赐婚之意。唯有成为定北王妃，才是靖安侯与明家的上上之选。如此浅显的道理，不用我再说了吧？王爷言下之意，你我二人契约婚姻，不求什么夫妻情长，只求两府互利，各取所需。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